从令牌石公路下到国道后，狒狒和文涛到了一个古镇。现在的这个小镇到处是残垣断壁，无数的楼房空置，很多厂房已经连房顶都不见了踪影。曾经数万人口，现在只有100人左右。这个古镇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陌生，可是这个如今已经破落不堪的小镇，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是留下过浓墨重彩的。它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数千年都是四川乃至中国最重要的盐都之一，高峰时期它的产盐量可以到达四川的20%，有数万人围绕这个小镇来工作生活。在远古时期，人们就用这个小镇的盐泉来进行食盐的提炼。明清时期，小镇到达了巅峰，全镇有336眼锅灶，均用来熬制食盐，有万灶盐烟的美誉。在抗战时期，小镇为前线提供大量食盐，日军曾专门派出7架战斗机轰炸这个小镇，企图断掉食盐的供应。这个存在了4000年的小镇的历史是如此的精彩。这个小镇就是曾经中国的10大盐都之一宁长古镇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这个小镇的前世今生。加了30块钱的油，1升7块，我们加了4.26升。这我们刚才加的油4.26升，还没咱们家那个一桶那个菜油多，菜油都5升呢。不敢加吗？就跟那个小桶那个水。走了。穷啊，加了30块钱的油。走没钱。那我们要去宁长古镇。宁长古镇欢迎你。宁长古镇的制盐业已经有超过4000年的历史了，被称为上古盐都，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作坊，手工作坊。现在荒废掉了啊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我们今天呢，在重庆市的巫溪县来这里参观呢，有一个叫宁长古镇的地方。其实宁厂呢，自古至今它都是以盐业而闻名的，而宁厂的盐厂呢，也是我们国家的10大盐都之一。宁厂的制盐业呢，其实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从那个公元前战国时候，那时候就已经有了。然后这边呢，也是被称为叫上古盐厂，以及这里也是全世界最早的那个手工作坊的地方。手工作坊制盐的产业啊，哇！对面留下的建筑好老啊。是的。这个地方是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，而且在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，1941年日军的敌机在这里是进行了轰炸，扔下了几十枚的那个炮弹，所以把这块基本上炸得面目全非了。你看很多房子楼顶都没有了。对。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重要嘛，从那个战国秦汉到北宋，一直到鼎盛时期是那个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，它都是那种比较大的盐都。对，盐都。这条河是大宁河。然后前面那儿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叫盐泉，因为这地方有盐，就是因为它有一条非常天然的那个盐泉，那个里面的盐可以直接来提炼卤水啊什么的。你知道，世界上最早的工人运动是在哪一年哪个国家？工人运动啊，就工人起义这种。工人在法国呀。No， 其实就是在这里。哦。就告诉你一个冷知识点吧。因为这个地方据史料记载，在明朝正德年间，就是在公元1500几年的时候，这块的那个造夫2个造夫带的头，最多时候发动了10万的就是盐工吧。这儿有10万人，这么多？差不多吧，那时候很鼎盛的。然后发动了大概10万人在这里起义了，工人起义持续了5天吧，还挺长的。也是为了争取应该是工资方面的一些权益。对，这个1500几年比你刚说那个法国要早大概100年，所以这里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工人运动、工人起义的爆发地，挺厉害吧？想不到吧？这里面种的这芹菜吗？哇，看这建筑绝了！我天哪！小心那个咬你。不是，我说里面。门上都是马蜂。哇！哟，这还写的是那啥啊？你看。墙上还有标语呢。对。领导什么事业的核心是中国。看不清哎，抹掉了标语。这还有人在这种菜呢。这以前好像一个礼堂一样的哈。是吧？也可能是厂房啊。对。对，有可能这边是。这个池子好像那个卤
卤水池。对，卤水池。我看以前他们那个作坊的老照片，这个半圆形的池子就是他们的卤水池，然后也可能是那个叫灰坑。对对，这都是制盐中的一些链条。是。这个空地方应该就是这应该是厂房，不是礼堂。对对对。那会儿还没有这东西了，这不是70年代。有点像礼堂哈。这还是好几层呢，你看上面还有。对。上面感觉像住人的，窗户比较小，比较密。哇，看这个地儿，这才真正的古镇啊！太酷了，就喜欢这种地方。下面还有这个盐水峪，这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盐泉往下流。哇，这是古盐泉。以前的制盐1车间。这不是3车间吗？对。这是那个叔叔家那边。对。这边马路对面已经被炸了，应该刚才看了这些厂，只有这些立着的柱子了，对，是的。房顶没有。还有船呢，以前。还有船。他们以前都是靠这个船运卤水的。太香了吧！我也尝一下。哇，这边地真滑呀！打了点。妈呀，这水太咸了！哎，我手现在都有，我觉得我的手在太阳下一晒都有结晶了，一会儿。宁厂盐业遗址，我哥上去看了，就上面有几个很细的小孔，然后在那边围起来之后，下面可以蓄水，然后蓄到这边，蓄到这个前面的池子里面再流。马路下面有个管道，对，就从这儿排下去了。下去，下面那个泡沫，好几个呢，它这是一个泉眼，那边还有。那还有，那个也是。走吧。走吧。如今的宁厂古镇俨然已经没有了过去鼎盛时期威风八面的样子，但是流淌着上千年的古盐泉，有几百年历史的老龙头以及明清时期的老宅子，都见证过它的辉煌。来到这里，仿佛能穿越千年的时空，感受这里曾经人声鼎沸的样子。那时候我才11、2岁，民国30年，6月16来这里，一下3个能给查查，后头2排3个就6个，连加头去，前头3个就有9个。上期视频我们一起探寻了中国上古10大盐都之一的宁厂古镇，古镇由盛转衰，很是让人唏嘘。在宁厂古镇的时候，我们碰到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，他给我们讲起了宁厂古镇被日军飞机轰炸的历史，以及这个小镇的兴衰史。说到日军飞机，但也讲起了发生在他年少时的那段往事。叔叔你好，吃饭呢？啊？喝酒啊？来逛逛。我们来玩。叔叔，你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？下来。住了40年了，这盘河这里。40年了。天哪！哇，你家那……来喝酒吧，我拿着收入你喝酒。我不会喝，叔叔，我不会喝。我开车呢。不用，叔叔，不用，谢谢。好吃，你我这个你尝吧。哦，我们吃过饭。我们吃过饭了，叔叔。你尝吧。谢谢。吃了，我们就来这旅游的看。对，我们来旅游。叔叔不用，我们吃过饭了，我们刚吃过，我们吃过饭来。哪里有？我记得过哪里有？叔叔不麻烦了。不麻烦了。我们俩刚吃了饭。对。
哦，你家现在就你一个人住着嘞？还有没得人住的哒。哦，哇，我们吃过了。这个最好吃，你上下嘛。你上嘛拿筷子。不用说，我们刚我拿你上嘛。那个没得油的。我们吃过了，叔叔。我们不吃了，叔叔。我们真不吃，谢谢。我们刚吃过饭，叔叔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对，我们过来玩呢。好吃这个。哎，没事，不用了，谢谢叔叔。我们刚吃过了。你看上面还熏的腊肉。啊，熏的腊肉。哎呀，这是拿什么熏呀？拿火。那个烧的柴。就是做饭的时候那个烟上。啊，烟就把它敲在一起的。这个不用单独点。就每次吃肉了，搁一点下来哈。对。这房子好多年了，是吧？200多年的。200多年了。200多年的房子。哦，厉害。哦天哪！你这都是古宅了。哦。这是啥？酒。100多斤。100多斤呢。哦，厉害啊！你自己酿的？不是买的。买的。哦，这么多酒。哦。100多斤。师傅，你们这个都挂这个房梁上，是不是害怕有老鼠？啊，有。对。有老鼠。面条、豆子。是的。我不是看最后的棒棒他们就挂。没有老鼠。哦，是。挂在上面，老鼠够不着。叔叔，你在这个盐场工作过没？工作过的。哦，工作过。这盐场哪一年没有的？盐场21年没收到。没生产21年的。哦，21年没生产了。7几年。哦，7几年。哦。7几年就不生产了。不生产的。哦，我听说这个地方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还被日本飞机炸过哈。我们看到炸的。那时候我才11、2岁。哎呦，这么小。4几年了。民国30年。民国30年。6月16来炸的。头下来一个母机，转去进来9乘机。9个飞机来炸的。9个飞机。 9个飞机来炸的。民国30年。他前头一下3个能够插，后头2排3个就6个。连加头去前头3个就有9个。他就炸是一个的炸的。他不是派几下炸。对。他那个去打，那个走了，一个走了。他炸3次，一个人拖的3坨蛋。一个人投了3次蛋。他那个转的炸完了才走。投了几十枚蛋了。当时我们没飞机啊，是，所以日本人炸。只炸死3个人。只炸死3个人啊。对，3个人只炸死。但是把盐场给炸毁了哈。盐场里没炸到。没炸到。没炸到，他管那个是高很大，他那个下大。对。他飞机那时候技术不上高，又不敢落下来。对，是。飞得很高。是。丢头来第2年连没挨一个都接到。对。炸偏了。火当中没炸到2坨。对，这样的，是。那个民国30年6月16炸的。民国30年6月16啊。对。哇，叔叔，你的这个记性真好。我写在那儿的，怕忘记了。那您都有80多岁了。我86。86了。86。叔，你身体好啊。你身体真好，没看出来，我们还以为你50、60岁呢。对。这是86的。对。叔叔，那现在这边他那个盐不造了哈？盐不烧了。为什么不在这儿造了？我们这儿就说，成本要高些。成本高。利润要少。利润少。叔叔，那是一个泉里面出来的盐啊，盐水。盐水泉。盐泉。同志看没得？没看呢，我们还没看呢。是不是往那边走？走那个上去还要6分钟走。对，还往那边走啊。往上头走。远不远？不远。不远。上头有道桥，过桥就是泉水。那高头有介绍，好多年代烧的，产生好多年代没烧的，都介绍的。叔叔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你们工作那盐是怎么制的？我们自己制是怎么制盐的？那水管拿一家捡起来。捡起来他就给弄煤炭烧。熬干它就是盐。这样子。把那个卤水熬干。熬干下面就是结晶的盐。它一个灶是10几口锅，大锅那一口锅有500-600斤重。好沉啊。300-400斤的也有，大的500-600斤。对。就顶大的哈。小的200-300斤的也有。大小不一样。
它一口一洞子过去就是5、6口，哦，一个灶是2个洞子，就是10几口。它外面烧柴，里头的水这个蒸汽，就把外头水烧干了，就把里头水转出来，就在外头连，那外头的就熬成气，里头就烧开，对，那转来转的。哦，那一个灶能带好几口锅哈？一口灶有10几口锅。10几口锅啊，10几口。那我看资料啊，说清朝就是康熙、乾隆年间最鼎盛的时候，这有300多个灶。哦，那就是几千口锅呢。对对对，是，但是有外来的，对，打工的啊，有1万多人。对，现在就只有100个人了。对，100个人， 100万的。是叔叔，那个盐泉是不是现在流到这个河里了就？流到河里去的。哦，那河水就是咸的。不，我们吃的泉水，是山洞里头捡出来的。哦，但那个水也不错，那个水演出去白开水吃。比河水水量大，比其他的水要好些。对，它清凉些，同志看那个水。对，是的。那个盐泉就是那，你看得到。盐泉。啊，那里北京口有个，那公路边不是有个黄崖哈？对。黄崖上的第二就是的。哦。那就是盐泉。是的。转个道，转丁个。就是那个窄路上去，是吧？叔叔，像对面那些厂房是什么厂房？对面，河对面那边是，也是烧盐的，是工厂是吧？也是烧点盐厂。哦，盐厂哦。那是原来是3个车间，哦，那个就是3车间，哦，这儿就是2车间，哦，高头看不到的还有个1车间。哦，这样子。3个车间啊。那个就是叫3车间。哦，懂了。70几年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成本大，利润小，对。谢谢叔叔。实际呢，我们盐的质量好。我们个水同志们去看嘛，卤水流出来清凉凉里的。这水也好。其他的卤水它混到堆儿里的，黑青的，质量跟我们那个就不得行。对。哎，叔叔，那70几年的时候盐场没有了，那你后来你在做什么呀？我们呐，就给我们搁这低保上，我们就跟没做你的。就是领那个低保。对，那时候也年龄大了。对。那时候也50岁了。有的。那个我们是农村的攒下来的，对，本该上的呢，他就要是退休，对，就是说我不搞大，我就退休。但是我的娃娃呢，都接我的班，也就叫退休。接不。那往过走吧。行，好，谢谢叔叔啊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，机会又来哈。好，谢谢叔叔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叔叔，身体健康，叔叔，拜拜。好热情啊！直接把锅里的那个蒸的那个甜米饭还有肉，都拿出来给我吃。是，房子好老啊！那个房子真的200年了，但那时候建筑质量还蛮好的，现在看着还能。对，你看那砖都那种大砖。对。哎，你看这地方啊，你看刚那个奶奶也有80多岁了，但他们耳朵都蛮好，眼睛也挺好，还能下地种个菜干个啥的。哎，还是空气质量好，身体都好。因为今天是晴天啊，所以看这个山就是，普通的没啥，但是稍微下完雨刚晴的时候，那山上全是那种跟仙境一样的雾，对，就感觉整个空气里特别湿润。我在西安的时候，那个手每天晚上都要抹护手霜才能湿润一点，来这儿不需要，我的手皮肤都变好了。是。以前古镇的商业街啊，对，吃饭住宿的感觉是吧？是的。这还有一个楼，上面有种菜，还有脚踩的痕迹，我觉得后面还住人呢。是。有那个房年代长了吧？对。这个。是的。那这在当时都算很好的楼了，豪宅吧，挺高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阁楼不知道有没有5还是6层。哎，这像好像西瓜苗呀，西瓜。我去看一看。你去。这才是真正的古镇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地方，就是已经被。行。
这个古镇曾经靠着山间稀有的天然盐卤泉，成为一度繁华富庶的制盐产地。河岸的石壁上，至今还留着船夫运输出山拉纤凿的方孔。如今随着岁月变迁，盐场倒闭，已经逐渐被废弃的大部分成为废墟，只留下不愿离开的老人与当年兴盛过的历史痕迹。